我是大脸喵。那么这期视频就是一个特别篇，分享如何制作一个简单版的如意金箍棒。做任何设计之前呢，都要从它的背景故事和相关资料开始。我这里呢，根据《西游记》原著中的记载，收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在第3回中，那悟空去龙宫第一次见到金箍棒的时候，根据原文得知，首先呢，它是一个测江海深浅的一个锭子，也就是一把尺子。然后两边是2个金箍，中间是乌铁，并且在金箍的附近刻了一段文字：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然后第75回中又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首先呢，它是冰铁，也就是一种古代的钢材，并且是由太上老君亲自制作的。接着最关键的描述来了，中间星斗暗铺陈，就是说金箍棒中间呢是有天文相关的一些设计的。接下来花纹密布鬼神经，那也就是说整个金箍棒呢布满了各种花纹。那么都是什么花纹呢？上造龙纹与凤篆。然后由于86版《西游记》呢是我这一代人的记忆，情怀使然，所以呢最后决定以86版《西游记》中的金箍棒为基础，再加上原文的描述去制作这个金箍棒。综上所述呢，最后可以提炼出几个关键词，就是老君打造的一把冰铁尺子，上面装饰着星斗、龙纹、凤篆，还刻着文字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最后呢加上情怀86版。那其他都很好理解。那啥是凤篆呢？它就是道家用的一种特殊文字。那由于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觉得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就是各种神符上面的符号可能就是用凤篆写的。简单理解呢，就是一种特殊的字体。然后就是星斗，那它其实就是点和线组合成的图案。根据以上所有的这些信息呢，最后制作了一个简易的设计图。首先是中间的部分由2个图案组成，龙纹加星斗的图案，并且星斗上的黑点也可以看作是尺子上的刻度。这样既符合了星斗的设计，又起到了尺子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再看金箍这里，中间的部分呢也是龙纹，两端的部分底下是云纹打底，上端是八卦的符号，因为毕竟呢是老君亲自制作的，他总得留个记号吧，这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平时自己做个什么东西呢，还得写个签名啥的，是吧？而八卦呢就是道家的符号，老君则是道家之祖，所以这里有八卦的符号呢也比较合理。金箍的下端我把文字放在这里了，用凤篆写的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绕着棍子这一圈这样排列。当然呢，我没有找到真的凤篆，所以就找了替代的字体，但是呢也都是篆体。那为啥要把文字放在这里呢？原文写的是紧挨着箍，那按照这个去理解，大概率呢就是在金箍下面这里，在乌铁上端这个位置竖着写了这一行字。但是这样的设计呢显得会有点突兀啊，感觉有点太随意了，既不对称呢也不和谐。那老君这种人物应该不会这么草率，所以我就把文字呢放在了金箍的下端，这样两边的金箍是对称的，并且金箍本身两端既有相同的元素，都是云纹打底，同时又有不同。上面是八卦，下面是凤篆文字，也就是统一中呢又带有一些对比。整体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当然呢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分析，这里只是抛砖引玉，感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设计。既然设计图弄好了，接下来呢就可以开始制作了。我这里呢使用的是玛雅，当然你用别的 3D 软件呢也是可以的。首先创建一个圆柱体，觉得20边有点多，这里呢选择了16个边，高度给个50，如果觉得长度不够呢，可以再把它拉长一点。接着 Alt-Shift-D 删除历史记录，然后冻结变换，让它的坐标归0。这个呢就作为金箍棒中间的部分。接着 Ctrl-D 复制这个圆柱体，
来到侧视图后调整它的位置和长短，这个呢就是金箍的部分。为了区分，这里给了它一个新的材质，并调整一个不同的颜色，容易辨认。然后呢，从设计图这里看，金箍也是有上端和下端的形状。继续复制一个金箍的模型，缩放移动调整放到下端来。接着呢，把它整体稍微放大一点，这样就能从整体区分出来。当然，形状也不能太长，找好合适的比例，这就是金箍下端的形状。继续在模型上 Shift 右键选择插入循环边工具，在形状的两边插入2条边，尽量让两边的宽度相等。接着右键选择面，选择中间这一圈的面 Shift 右键选择挤出，切换视图到正视图，把中间的面挤进去，和金箍的宽度齐平。接着复制一个下端的模型，把它移到上端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切换到透视图，选择上端这里一圈的边 Shift 右键点击倒角边，倒角边的大小调到 0.3 就可以了。这样呢，就给金箍的上端加了一个形状，和下端呢多少有了一些区别。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通过点来调整上端这里的形状和比例，尽量让凸出来的两边宽一点，中间凹进去的形状呢也不要太短了。同样下端也是一样的调整思路，尽量和上端的形状比例保持一致。然后继续回到上端这里，右键选择边，选中这一圈的边 Shift 右键点击倒角，倒角大小呢给个 0.005， 目的是平滑的时候呢可以保持住这里的形状。最后选择所有的模型 Alt Shift D 删除历史记录，接着点击冻结变换，所有坐标归零。最好把每个部位的名字呢都重新修改一下，方便管理，也显得有条理。那到这里呢，基本的模型就做好了。那另一边的金箍到时候呢对称过去就可以了。接下来呢，需要给模型一个简单的 UV， 因为后面在 ZBrush 中需要用到。从中间这个部分开始，它本身呢已经有 UV 了，先点击上面的 UV 格子，点击旁边的显示图片按钮，再关闭它，更新一下 UV 格子的显示。然后在 UV 工具包这里点击展开 UV， 选择所有的 UV 壳，接着按住 Shift 点击排布，调出它的设置选项，勾选上堆叠类似，壳旋转前这里选择垂直， UV 就会按照垂直的方向去排列，点击排布 UV。 这里呢不需要管别的，只需要保证模型上的格子是正方形的。用同样的方法把金箍模型的 UV 也重新排列一下。金箍两端的模型需要重新分一下 UV， 选择下端的模型，先给它创建一个平面 UV， 然后双击选择侧面这一整条的边，剔除掉上下两个盖子上的边，从这里呢把 UV 切开，接着把中间这部分呢切割出来，继续把上下两个盖子也切割出来，接着展开 UV， 选择所有的 UV 壳，排布 UV。 这里最关键的部分呢就是中间这一段，在变换这里呢先把它旋转过来。首先选择 UV 上面的这些点，观察一下模型上的 UV 点是不是也在上面，保证模型和 UV 的方向呢是一致的，然后把这条 UV 尽量撑满整个象限，显示出 UV 格子，保证中间这段呢都是正方形，其他的 UV 可以先不用管。金箍上端的部分基本呢也是一样的方法去分 UV， 处理的方式也都是一样的，也是要把中间这个部分的 UV 呢撑满整个象限。那到这里呢，所有的 UV 就都弄好了。接下来需要给模型多插入一些边，保障在 ZBrush 中细分的时候呢，面数分布能均匀一些。在模型上 Shift 右键点击插入循环边后面的选项，选择多个循环边，边数呢给个8就可以了。在模型上点击插入更多的边，上面的金箍部分呢也是一样的操作，多插入一些边。金箍的两端插入的边数呢可以少一点，我这里是插入了4条边，完全够用了。
然后选择所有的模型 Alt-Shift-D 删除历史记录，最后把所有模型导出为 OBJ 的格式，准备进入 ZBrush 中去制作细节。